陶女士您好，您预定的月子套餐即将结束，我们想提前做一个满意度回访。孩子还在我肚子里呢，月子套餐怎么就结束了要回访？月子中心刚打电话来询问入住的这几天是否满意，可我才孕8月，孩子都没生，更别说入住。周成玉，月子中心刚才打电话来问我入住这几天服务满不满意，到底怎么回事？老婆，这月子中心收费80万呢，我们哪住得起？是他们搞错联系人了，你在家坐月子吧，我一定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姐，帮我看看周成玉究竟让哪个狐狸精顶替我住进了月子中心，我要去抓奸。明月，月子中心我给你留好了，最高级别那个套房，你到时候直接来住，别的什么都不用操心。这些年来，姐姐总是这样，不管我搬出来住多久，不管我嘴上说多少遍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她和小时候一样，什么都替我想在前面，不用出钱，到时候直接入住。我姐已经帮我留好月子中心了。那么多人生孩子就在家坐月子，怎么就你娇气？我当时只当她是在心疼钱，毕竟在她嘴里，80万的月子套餐确实贵得离谱。可姐姐已经替我这个妹妹留了一间，还是免费的，为什么不住？陶女士您好，您在我们这儿预定的月子套餐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想提前做一下满意度回访。孩子还没生呢，怎么就回访了？系统里显示您已经在3天前入住了，住的是顶楼那间全景套房，每天的月子餐都是按照您的口味特别定制的，您还专门感谢过我们的护理团队。我叫陶明月，我本人现在正怀着8个月的身孕，坐在家里，从来没有住进过你们月子中心。那可能是系统出了差错，我们会尽快核实。就是被别人住了，我咽不下这口气。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吃饱了想出去转转，消消事。你等我刷完碗筷陪你一起。不用。去新月湾高端月子中心。好。去新月湾高端月子中心。好。慢走啊！谢谢师傅。你好，我是你们之前电话询问服务评价的陶女士，陶明月。陶女士，你不是已经回房间了吗？我刚刚还在家里。就在刚刚，陶女士还专门感谢了我们服务周到。我们不熟悉陶女士，难道还不熟悉一直和我们对接的周先生吗？周先生，一直对接的周先生，周成玉，他居然成了另一个女人的老公，替他张罗着住进我姐姐给我留的房间。你说的周先生叫周成玉是不是？他带谁来住的？女士，你该不会是因为没钱住我们月子中心，就想来这里胡搅蛮缠吧？周先生可是和陶女士一起来登记入住的，你就别碰瓷了。穿得这么寒酸，居然敢来这么高级的月子中心闹事儿，怕是疯了吧？那不是我大哥送我的600万玉镯，还有我姐姐去普陀山专门给我求的800万平安扣，这些东西怎么全都在她身上？她不是周成玉公司里的实习生陈苗苗吗？这些东西怎么全都在她身上？她不是周成玉公司里的实习生陈苗苗吗？看清楚了没？这位才是尊贵的陶女士，我劝你还是赶快走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完了，陶明月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真巧啊，姐，你也来坐月子。姐，咱们去别的地方聊吧，别在大堂里耽误人家工作，有什么误会我们私下说好不好？少碰我。陈苗苗，你不打算当着大家的面说说为什么家里人给我订的月子中心被你冒充我的身份提前入住了？还有，我脖子上的平安扣和玉镯为什么戴在你的身上？姐，你说什么呢？这月子中心明明就是我老公心疼我怀孕辛苦，专门花80万给我订的。这平安扣和玉镯当然也是我老公买给我的，怎么就成了你的？这可是新疆和田的羊脂白玉。姐，是不是你老公对你不太好，连件像样的孕妇装都不给你买，导致你得了孕期抑郁症，开始胡思乱想了？原来是孕期抑郁症发作了，难怪穿得这么寒酸还敢跑来闹事儿，这种人最可怕了，80%是自己老公太穷，连8万块都拿不出来，嫉妒人家有钱，得抑郁症了吧？真丢人！抑郁症？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会抢别人东西？装可怜是吧？抑郁症？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会抢别人东西？装可怜是吧？你好，这位女士登记入住的时候是有给过身份证验证的吧？我很想知道她是怎么通过你们审核的。但是她老公周先生全程陪同，这怎么可能有假呀？就凭周先生是她老公，就可以不验证身份证让她入住顶级套房？怎么，你们是觉得男人就不会说谎了？这么草率的流程，就是你们标榜的高端月子中心？姐，人家就是个打工人，你为什么非要为难他啊？其实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就做什么样的月子，你也没必要眼红我，跑来这里发疯吧。接啊，开免提，我倒要看看周成打算怎么跟我解释。老公，你快来月子中心啊！有人非说我不是你老婆，他自己才是你老婆，还说月子中心把属于他的套餐给我了。我好害怕。谁？陶明月？他发什么疯？居然跑到月子中心去欺负你！老婆，你别害怕，我马上就到。老婆，你别害怕，我马上就到。陶女士，你别往心里去，你现在刚生完孩子，不能生气。这种人就是看你过得好，心里不平衡，你越理他，他越来劲。我老公马上就来了，他很宠我的，要不然也不会80万的月子中心说定就定。你还是离开吧，要不然一会儿闹得不好看，你也难受。这对狗男女霸占我的东西，还在我面前炫耀。不用找了。别害怕，老公来了，我绝不会让你受委屈的。老公，你最好了，还是你和他说吧，我和这个疯女人说不清楚。周成玉，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陈苗苗，你要点脸！我不就是看你和我老婆都是孕妇的份上，在工作上多照顾了你一下吗？啊，你居然还跑到月子中心来欺负我老婆了！陈苗苗，我是陈苗苗。自从我怀孕后，她总是说在加班，对我越来越不耐烦。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她竟然为了一句谎言，当众把我和小三的身份彻底颠倒。周成玉，你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我是谁，他又是谁？你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我是谁，他又是谁？你听不懂吗？她是我老婆陶明月，你只是我的一个同事陈苗苗。大姐，你自己没嫁个好老公，也不能因为我对老婆好就疯了一样缠着我吧？哎呦喂，公司同事，这是在生抢别人老公啊，丢死人了！是啊，还想冒充正主身份免费住月子中心，真是疯了！你说我是陈苗苗是吧？我说我是陶明月，那我有身份证，他有吗？什么？他竟然有身份证？是我们误会他了。难道那个周成玉是故意这么说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情人？老公，怎么办？陈苗苗，你还有完没完？上次你就弄了个假结婚证来恶心我，这次居然还弄假身份证冒充我老婆，你要点脸好吗？别以为你是孕妇就能为所欲为。你不仅出轨，你还毫无底线的颠倒黑白。报警吧，这种满嘴谎言的人就该让警察来处理。姐，你要是过得实在不如意，我可以给你介绍离婚律师的。你怎么能想着办假证顶替别人，抢走别人老公呢？还不快滚！要是再有下次，可就别怪我直接报警了。滚！你竟敢让我滚！在撕破你们伪装前，谁都别想离开。滚！你竟敢让我滚！在撕破你们伪装前，谁都别想离开。你好，麻烦你让保安来把这个疯女人赶走。谁知道她还会不会做出什么危险行为，伤到其他客人可就不好了。保安，快来大堂，这里有人闹事。就是他。女士，请你出去。别碰我！我是看你站不稳，想扶你一下的，你怎么自己就摔倒了？大家可要为我作证，他根本就是在碰瓷儿。
明月，我查到了。明月，我查到了，你老公周成玉那个混蛋出轨了，搞出的孩子都比你肚子里的早2个月出生，他居然还敢把我留给你的月子套餐给了小三，看我怎么帮你收拾他！姐，明月，老板，等会儿，这女的没说谎，怀着孕还勾引别人老公，戴人家娘家人的首饰，也不怕遭报应。刚才那副可怜样，演技真好。曲总，你好，你好，很抱歉给您月子中心造成了麻烦，我一定马上把这个疯婆子赶走。对了，曲总，哪位是您妹妹啊？以后您不在，大家也好帮忙照顾照顾。对了，曲总，哪位是您妹妹啊？以后您不在，大家也好帮忙照顾照顾。对呀，你妹妹也太倒霉了，居然遇上出轨渣男，真是让人心疼。这对狗男女把我妹妹害成这样，居然还敢在这里问我妹妹在哪儿！滚开！曲总，这疯婆子碰瓷儿的场面有点血腥，可别吓到您了。要不让工作人员清理完再说吧。你们老板都来了，还不快把这个疯女人给扔出去，小心被辞退！我让你滚开，是听不懂人话吗？我妹妹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们没完！明月，你没事吧？叫救护车！打120，快打120！打120，快打120！成宇哥，好奇怪啊！月子中心的老板姓曲，你老婆姓陶，怎么就是他妹妹了？结婚3年，我根本不知道他家里叫什么，但2个姓不一样，肯定有诈。成宇哥，该不会是明月姐用什么手段欺骗了曲总，让曲总帮着她骗人吧？我以前参加那些高端晚宴的时候，可没见过曲总有什么妹妹。曲总，您肯定是被这个疯女人骗了，才会帮着说她是您妹妹的。可她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帮的。这位是晨区科技老总的妹妹，您肯定是见过的吧？她也见过您呢，知道您根本没有妹妹的。她也见过您呢，知道您根本没有妹妹的。晨区科技老总的妹妹，那块平安扣是我哥专门去普陀山开光的，绳子还是姐姐亲手编的。来几个人，把我妹妹抬到沙发上去。1、2、3。姐，别怕，救护车马上就到，有我在，谁也别想欺负你。你说，这个女人是晨区科技老总的妹妹？没错，所以曲总，你就别帮着这个疯女人骗我们了。至于让朴妙用她的名字入住月子中心，也不过是因为朴妙没能预定到你们月子中心。唉，这疯女人却不知道用的什么手段给预定到了，这才不得已而为之。希望曲总见谅。这疯女人却不知道用的什么手段给预定到了，这才不得已而为之。希望曲总见谅。陈霆锋，听说你多了个叫陈苗苗的妹妹，当了明月老公的小三儿，和她老公正欺负她呢。胡说八道！我只有你和明月2个妹妹，哪有叫陈苗苗的妹妹？你们在哪儿？我马上过来。你快给你哥打电话呀！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没说过我是晨区科技陈总的妹妹啊。什么？可我问你的时候，你不也没否认吗？还告诉我能进晨区科技当经理，都是因为有你和你哥说好话啊！这我也没说过，是你误会了。这我也没说过，是你误会了。我去！这女的连自己人都坑，看她接下来怎么办。周成玉能进晨区科技当经理，明明是我求大哥给他安排的，他却把陈苗苗当成恩人到处炫耀。这3年，他对我家里的背景毫不在意，真是可悲。请让一让，让一让。1、2、3，起！
我的孩子没了，那个在我肚子里8个月的小生命再也没有了，那个在我肚子里8个月的小生命再也没有了。别伤心了，这种人的孩子估计基因不好，没了就没了。陶明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大哥和你姐都是谁？要是你早点告诉我，我怎么可能得罪曲总和陈总？我被辞退了，你满意了？我没和你说过吗？明月每次提你都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你现在的下场纯粹是自作自受。还不是因为你太邋遢了，跟个黄脸婆一样，根本不关心我累不累。明明有这么好的家庭条件，也不帮衬我。是啊，明月姐，夫妻本是一体的。程玉哥本来早就不爱你了，但为了责任，还是愿意和你过下去。结果你就是这么个爱耍心眼的，实在太过分了，还害得程玉哥差点误会我。结果你就是这么个爱耍心眼的，实在太过分了，还害得程玉哥差点误会我。我没有帮你吗？那你是怎么进晨区科技当上经理的？别说那是你的本事，在误以为陈苗苗才是陈总妹妹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她帮了你，现在发现我才是陈总妹妹，就觉得是自己的本事，对吗？你不仅满嘴谎言，还对外称她是你老婆，甚至纵容小三亲手将我们的孩子害死。明月，你刚下手术室，别太激动，保住身子要紧。姐，我没事儿，我只是想给我死去的孩子一个交代。什么？我们的孩子没了？怎么会呢？苗苗只是轻轻推了你一下。别这么说我当时真的只是想扶明月姐一下，是她自己没站稳摔倒的。我摔倒之后，周成玉，你做了什么？我在地上流血，我让你叫救护车，你踢走了我的手机。我在地上流血，我让你叫救护车，你踢走了我的手机。你还是人吗？他怀着8个月的孩子躺在血迹里，你不救他，还阻止他求救。我那是怕他报警讹人，谁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事儿？谁说他没事？患者送来时大出血，胎盘早落，胎儿宫内窘迫时间过长，已经没有生命亲征。如果第一时间送医，孩子未必一定保不住，可他明显被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医生，你不能这么说吧？他自己摔倒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只说医学事实，至于是谁导致他摔倒，是谁阻止他求救，那是警方该查的事儿。陶女士醒来前一直在喊孩子，她失血那么多，能保住命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他。明月，你放心，姐不会让他们就这么算。明月，你放心，姐不会让他们就这么算。你们别想吓唬我，没有证据就别乱说。月子中心那么多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摔的。对啊，大家都能作证。明月姐当时情绪很激动，还想碰瓷儿我们。你们是不是忘了，那是我的月子中心，大堂有监控，走廊有监控，电梯口也有监控。你们做过什么，我会一帧一帧查清楚。监控？那我推陶明月那一下肯定被拍到了。查？我倒要看看能查出什么，说不定监控正好证明她是自己摔的。马上封存今天月子中心大堂、走廊、电梯口所有监控，1秒都不许少，谁敢动，我让他直接吃官司。你慌什么？我没有啊，我就是怕明月姐又误会我。你慌什么？我没有啊，我就是怕明月姐又误会我。周成玉，我会报警。你敢？我为什么不敢？你敢碰他一下试试？病人刚做完清宫和止血处理，需要休息。你们如果继续闹，我会叫保安。不能让监控落到他们手里，绝对不能。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推他？程玉哥，连你也不信我吗？我现在不是信不信你的问题，监控要是真拍到了，我们都完了。我当时真的只是碰了他一下，谁知道他那么娇气啊！再说了，要不是他非要来月子中心闹，事情会变成这样吗？程玉哥，现在不是追究谁对谁错的时候了，你被他害得工作都保不住了。如果他再报警，我们怎么办？他敢！如果他再报警，我们怎么办？他敢！监控在月子中心，只要监控没了，他就没证据。到时候我们就说他自己情绪激动，不小心摔倒的，最多赔点钱。你想干什么？我听前台说过，监控室晚上只有1个保安值班。程玉哥，你跟他们对接过入住，他们都认识你，我们过去看看，说不定能想办法。如果监控真的在，陶明月那个疯女人一定会咬死我。陈总那边也会知道我把他妹妹害成这样。走。
程昱哥，你走慢点，我刚生完没几天，身子还虚着呢。虚？你推他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虚？我当初就跟你说过别闹出人命，你偏不听。虚？你推他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虚？我当初就跟你说过别闹出人命，你偏不听。我当时就是怕他闹起来，我们都不好收场。我哪知道他那么不经痛。再说了，要不是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身份证扔了，又让保安赶他，他能情绪激动站不稳吗？你还敢怪我？要不是你出主意说用他的名字入住，没有今天这摊子事儿。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监控要是留着，你挪用公司钱的事儿也得抖出来。到时候你不光是丢工资，是要坐牢的。程昱哥，我不是怪你，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得一起扛过去。等删了监控，咬死是他自己摔的，大不了赔他点钱。等删了监控，咬死是他自己摔的，大不了赔他点钱。等风头过了，我再想办法跟我哥、跟陈总求情，总能让你回公司的。事到如今，也只能信他的话了。要是真能搭上陈总这条线，就算没白过。蠢货，等你把监控删了，所有锅都推到你身上，我照样能全身而退。姐，几点了？快12点了。姐，我刚才做梦了，梦见他出生了，小小的一只，攥着我的手指。别想了，那种人的孩子不值得你惦记。不是他的孩子，是我的，是我没保护好他。胡说！狗男女，是那对狗男女丧良心，跟你没关系。姐，你帮我跟大哥说一声，查查周成玉在公司的账吧。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查查周成玉在公司的账吧。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怀孕这大半年，他总说公司项目紧要垫资，手里钱不够。可他一个部门经理，年薪50万，怎么会连产检钱都紧巴巴的？以前我没多想，现在想来，他要么是把钱都花在陈苗苗身上了，要么就是动了公司的钱。他当初能进晨区科技，是我低声下气求了大哥好久。要是他真的敢动公司的钱，我亲自把他送进去。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你放心，我已经跟你大哥打过招呼。昨晚你出事，他着急要来，可他来了也帮不上什么，我就让他搜集证据去了。今晚就在公司查账。谢谢姐，跟我客气什么？还有监控的事儿，你也别担心，监控是有云端备份，本地删了没用。就算他们俩现在偷偷跑去删监控，也是白费功夫。让他们删吧，删得越起劲，越能证明他们心虚。让他们删吧，删得越起劲，越能证明他们心虚。姐，我要离婚，等这件事结束，我就跟他离婚。财产赔偿我1分都不会让，还有孩子的事，我要他们负法律责任。好，姐都听你的。律师我已经找好了，等天亮就让他过来，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从今天起，我不会再为不值得的人流眼泪，我欠孩子的公道，我会亲手讨回来。苗苗，你说实话，你当初接近我，是不是早就知道陶明月跟陈总的关系？怎么会啊，程昱哥，我就是刚毕业进公司，觉得你人好又能干，才喜欢你的。我哪知道陶明月是陈总妹妹啊！我要是知道，我也不敢。我哪知道陶明月是陈总妹妹啊！我要是知道，我也不敢。那你当初怎么知道顶楼月子套餐是内部预留的？又怎么知道那套首饰是陶明月的？知道了又怎么样？你扪心自问，跟我在一起，是不是比跟陶明月在一起开心多了？他整天穿着旧衣服，闷不吭声的，连句软话都不会说。我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能帮你搭层关系，他能吗？再说了，挪用公款的主意是你自己动的，首饰也是你主动偷出来给我的，我可没逼你。别生气啊，程昱哥，我就是跟你说实话。现在我们俩绑在一起，赢了以后荣华富贵享不尽，输了你是主犯，我最多算个从犯，你自己掂量掂量。罢了，事已至此，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到了。走吧，程昱哥，删完监控我们就赢了。到了。走吧，程昱哥，删完监控我们就赢了。谁啊？谁啊？我是顶着全景套房陶女士的家属。今天大堂出了点事儿，你们老板让我们来调一下监控。老板？曲总？废话，不然我怎么知道监控室在这儿？这个，可是曲总刚刚交代过，今天所有监控都要封存，谁也不能动。兄弟，别这么死板，我们不拿走，就看一眼，你今晚什么都没看见。
我们真的只是想确认一下当时的情况。你也知道，孕妇摔倒这种事儿，万一被人讹上，你们月子中心也麻烦。只能看，不能考。到堂，晚上8点左右。就是这个。你不是说只是碰了一下？我当时太害怕了，我不是故意的。你这个蠢货！我当时太害怕了，我不是故意的。你这个蠢货！现在骂我有什么用？这段监控要是交出去，我们都完了。快删掉它！不行，徐总说了，不能动。你想清楚，你只是个打工的。今天这段监控要是传出去，你们月子中心没验证身份让人入住，也一样脱不了责任。你们干什么？姐姐，你也不想这件事闹大吧？当初可是你没查身份证就让我入住的，要是老板追究起来，你肯定要被开除，还可能要赔钱。我只是按周先生说的办，我不知道你不是陶女士。所以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我不知道你不是陶女士。所以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监控系统有本地缓存，删掉这一段，后台应该看不到了。那快删啊！删除成功。徐总，本地监控显示昨晚有一段异常删除记录，果然去了。幸好您提前让我把云备份权限锁了，本地删除不影响云端证据。拷贝3份，1份给警方，1份律师你拿着，1份发给我大哥。明白。徐总，这些是您让我提前在监控室安装的监控拍到的画面。这段监控也要保存好，里面的保安和前台都是谁招来的？这种道德败坏、自私自利的人，不配进我们月子中心。追究责任后立刻辞退。这种道德败坏、自私自利的人，不配进我们月子中心。追究责任后立刻辞退。像陈苗苗这种盗用身份的人，会如何处置？这涉及冒用身份、侵占服务权益以及可能的欺骗行为。哥，监控拿到了，周成玉和陈苗苗还试图删除证据，你那边进展如何？放心，我准备好了一切可用手段，定然不会放过欺负妹妹的凶手。陈总，这几笔款项确实有问题。周成玉以项目招待、供应商预付款、技术咨询费的名义申请过多次付款，连去年4季度的都翻出来了，这账根本对不上。供应商是哪家？是一家新注册的小公司，法人代表叫陈苗苗。陈苗苗就是冒充我妹妹的那个女人，继续查。陈苗苗就是冒充我妹妹的那个女人，继续查。有几笔款打到那家公司后，很快又转入珠宝店、奢侈品店和月子中心账户。如果这些资金没有真实业务支撑，已经涉嫌挪用资金，甚至职务侵占。明月，我当初答应让他进公司，是因为你说他踏实上进，可他拿着你给他的机会，反过来害你。报警，通知律师，准备离婚诉讼和财产追偿。周成玉婚内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的部分，每一份都要追回来。是，陈总。成玉哥，现在没有证据了，只要我们咬死是他自己摔倒的，他拿我们没办法。他害我被辞退，还想报警。成玉哥，我就知道你不会让他欺负我的。他刚没了孩子，心里肯定脆弱，你一会儿就说几句软话，让他撤回报警念头。实在不行，就说离婚可以，但财产他1分都别想多拿。实在不行，就说离婚可以，但财产他1分都别想多拿。他现在还不是只能靠娘家，我就不信他真舍得跟我撕破脸。回来了。你站这儿干什么？这是我老婆的病房，我进去还得批准。你最好记住你现在说的话。莫名其妙。周成玉，你的好日子到头了。这个孩子本来就是我吃了不少苦强留下来的。当初我打针吃药保胎的时候，你不也都看见了？看来他是真的不想有你这种不负责任的爸爸，才会8个月了还是选择离开。你也没必要装痛心疾首，你不是还有一个孩子吗？还是刚生出来的。那个孩子是个意外。查到点很有意思的东西。周成玉的年薪再高也不过50万，可他送陈苗苗的东西却是几百万的。虽说其中一些是我和大哥送明月的首饰品，被他偷去送陈苗苗，
但他自己掏钱买的，可也不少。你还挪用公司的款项，这可是你自找的。我没有做过这种事儿。明月，你相信我，我没有做过那种事。这些首饰我也以为不值钱，才会拿给陈苗苗戴的。还你，我都还你。我妹妹你都敢欺负，看你是活腻了。还偷公司的钱养小三，你真行。还偷公司的钱养小三，你真行。这真的不怪我，是陈苗苗，是她误导我，让我以为她是你妹妹，接着她又怂恿我挪用公司的钱，暗示我您是她大哥，我拿点不碍事的，我都是被她骗了。明月，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既然你的孩子被陈苗苗给弄没了，那就让她的孩子管你叫妈。那个孩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谁和你是一家人？我已经让律师拟离婚协议了，我要和你离婚。不行，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没用。走吧，有什么话回局里说。到了，小心。瘦了？怎么瘦了这么多？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妈爸，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当年亲生父亲家暴，是后母带我逃离了那个地狱。姐姐曲总就是后母改嫁时带来的。后来后母再婚，遇到了带着我大哥陈霆锋的后爸。我们是挺复杂的重组家庭，我们3个没有血缘关系，但比很多亲兄弟还要亲。判了，挪用资金罪，数额特别巨大，认罪态度恶劣。周成玉6年，陈苗苗4年，活该！陈苗苗当庭就哭晕过去了，周成玉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这俩自私鬼也算是遭了报应。陈苗苗当庭就哭晕过去了，周成玉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这俩自私鬼也算是遭了报应。那些被他偷走的首饰，警方全都追回来了。玉镯你也收好，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才多久没回来，好像已经过了一辈子。不是要忘了你，是要带着你的份好好活下去。结婚3年，我舍不得买新衣服，给他买的全是最好的。现在想来，真是可笑。妈妈带你走。现在想来，真是可笑。妈妈带你走。陶明月，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开门，你开门！明月啊，我们家程玉糊涂，是他对不起你，可他毕竟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狠心把他送进去坐牢呢？陶明月，事情已经发生了，孩子没了，我们也难过。但程玉是周家独苗，你总不能让他后半辈子都毁了吧？我看这事儿不如私了，你出个谅解书，让法院轻判，我们周家给你补偿。就是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男人哪有不犯错的，改了就好了嘛。再说你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还没了孩子，以后日子也不好过。等程玉出来，你们好好过日子，日比什么都强。等程玉出来，你们好好过日子，日比什么都强。说完了。明月，妈知道你委屈，可第一，孩子没了就没了，是被你们儿子和那个女人亲手害死，8个月，已经成型了，是一条人命。第二，周成玉挪用公司公款，数额巨大，这是刑事犯罪，谅解书我不会出，私了也不可能。第三，我已经起诉离婚了，婚内他转给陈苗苗的每一分钱，我都会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你们要是想替他还钱，我欢迎；要是来道德绑架，那就请回吧。你这个毒妇，心怎么这么狠？
不就是没了个孩子吗？你年轻，以后还能生啊！程昱可是你老公，你非要逼死他是不是？王明月，你别给脸不要脸，真把我们逼急了，我们就去你公司闹，去你家闹，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抛夫弃子的货色，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抛夫弃子的货色。物业吗？您好，我是12栋1602的业主，这里有几个陌生人私闯民宅，麻烦你们叫保安上来一下。你还敢叫保安？我今天就不走了，我看谁敢动我！私闯民宅是可以报警拘留的，你们要是想跟周成玉一起进去蹲几天，我不介意帮你们打110。好，你厉害，我们走。陶明月，你会遭报应的，你不得好死！原来彻底失望之后，连愤怒都觉得多余。怎么不打电话让我上去帮忙？没多少东西，再说了，我也想自己慢慢收拾，算是有始有终。刚才我到小区门口时，看到周成玉爸妈怒气冲冲下来，他们找你麻烦了？没事儿，都过去了，以后再也不会来了。那就不回头了。家里炖了汤，妈等着我们回去吃饭。过去的陶明月留在这栋房子里了，从今天起，我要为自己活。过去的陶明月留在这栋房子里了，从今天起，我要为自己活。明月，喝点汤吧，妈炖了3个小时，没放油，不腻。谢谢妈。别收。我总得学会看见他也能活下去。想哭就哭，你不用在家里装坚强。妈，我那天一直在求他们救孩子，我真的求了，可他们没人帮我。不是你的错，明月，不是你的错。明月，律师那边把最后一批东西送来了，你要是不想看，姐替你处理。我自己看。你要是不想看，姐替你处理。我自己看。明月，我现在没钱，但我以后一定让你过好日子。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我只想我们安安稳稳过日子就好。明月，我没事。脏了的东西，就算找回来，也不能再带了。这才是我妹妹。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如果有下辈子，别再来找我了，找一个更厉害的妈妈能好好保护你。不是你没有保护好她，可她是在我肚子里没的。她离开，是因为有人作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哥，我以前是不是特别蠢？不是。你只是太想要一个家，所以把一个骗子当成了归宿。但你现在已经回家了，我还能重新开始吗？当然能。这是什么？你大学时做过的项目备份。之前你搬家，把旧电脑丢在家里储藏室了，我让人修复了一部分数据，里面有你以前写的代码，还有你参加比赛拿奖的资料。那些东西我以为早就没了，那些东西我以为早就没了。没丢，只是你太久没回头看自己了。原来在我以为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有人替我保存着我曾经发光的样子。明月，你这套避障算法也太牛了吧，以后肯定能进大厂。我要做真正有用的机器人，能够造福人类。我以前真的说过这种话吗？说过，不止一次。那时候你说，人被困在废墟里，最怕的不是疼，是没人知道他还活着。你说，如果有一天能做出足够便宜、足够灵活的救援机器人，哪怕多救一个人，也值得。哪怕多救一个人，也值得。
我都忘了。没关系，现在想起来也不晚。你们两个大晚上搞得这么严肃，我还以为在开董事会呢。明月，这都是你写的？很久以前的东西了，可能早就过时了。不一定，核心思路很好，只是需要重新搭框架。那不正好？反正你现在在家也闷，不如慢慢捡起来，不是为了谁，就为了你自己。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做到。你能。我不能一直困在那一天。孩子没能来到这个世界，可我还活着。我得替他，也替自己，好好活下去。这才对嘛！我们家明月本来就该站在光里。这才对嘛！我们家明月本来就该站在光里。我问过律师了，被他们挪用的款项大半都挥霍在了奢侈品、月子中心和日常开销上，能追回来的不到1/3。说到底，是我引狼入室。如果不是我当初哭着求你让他进公司，根本不会出这种事儿。公司的风控有漏洞，不该由你背锅。更何况，我今天约你出来，不是听你道歉的。你大学是学智能控制的，专业课年年第1，毕业设计的避障算法，当年还拿了国家级奖项。我们公司正好在立项民用智能救援机器人，核心算法一直卡着瓶颈。我都毕业快5年了，这3年结了婚就围着家里转，早就和行业脱节了。那些东西我自己都快记明了。你去年修复的旧电脑里有你当年写的路径规划核心逻辑，我让研发部的人看过了，思路放到现在也不过时，只是需要适配新的硬件框架。你要是觉得内疚，那就回来把这个项目做出来。不是以我妹妹的身份，是以算法工程师陶明月的身份。好，我试试。好，我试试。陶工，第7次模拟测试还是不行，碎石坡地形下，机械臂抓取偏移度超过了安全云表。把陀螺仪采样频率调高20%，重心下压2公分。我重新修整动力学模型。测试启动。成功了，平衡参数完美，读取精度达标。就知道你们这帮人熬通宵没吃饭，我带了粥和点心，都过来垫垫肚子，别等项目上线了，先把自己熬垮了。我就说我们家明月做什么都能成。这1年，大哥从没有过多干涉我的工作，却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兜底。我熬夜忘了吃饭，食堂总会留着热汤，项目缺硬件供应商，第2天就有最优合作方上门。我因为参数卡格发呆，办公桌上总会出现一杯温度刚好的热牛奶。项目成了就好好休息，不准再连轴转。明天放你半天假，回家陪爸妈吃顿饭。知道了，哥。回来了，快洗手，汤刚炖好。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没睡？知道你们今天庆功，肯定吃不好那些山珍海味，在家给你留了热乎的，喝完汤暖暖身子。知道你们今天庆功，肯定吃不好那些山珍海味，在家给你留了热乎的，喝完汤暖暖身子。今天发布会我可全程看了，我们明月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当初我就说，周成玉那点破事儿根本打不倒你。多亏了哥和姐一直帮我，还有爸妈一直陪着我。是你自己撑过来的，以后不用总想着靠谁，想做什么就去做，家里永远是你后盾。以前总怕你受委屈，不敢说重话，现在看着你重新好起来，爸妈比什么都高兴，家永远在这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以后日子还长，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我曾经跌入谷底，失去孩子，错信爱人，以为人生就此黯淡无光。但我凭着自己的力气爬了起来，重拾了理想，也终于懂了，真正的归宿从来不是找一个人托付终身，而是身后永远有家人在等你回家。